我们冬季去穿越零下71.2度的俄罗斯极寒地区之旅，又发生新变化了。其实，在上一条视频中呢，我给大家讲的还是我们打算坐飞机去到俄罗斯的雅库茨克，然后考虑呢租车、包车，或者是说坐当地人的顺风车的形式去到奥伊米亚康。然后在上一条视频发布之后，到今天这几天的时间内啊，我们内部啊产生了很激烈的一个方案的讨论啊。但最终确定下来的方式呢，就是由我和刘师傅2个人自驾前往俄罗斯。因为在冬季去到俄罗斯的奥伊米亚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包车、租车，可能在冬天的时候也比较难找到车，那搭顺风车更是不确定的。所以为了能够确保我们最终能够去得到奥伊米亚康，我们就最终决定啊，还是自己开一辆车去。接下来要和我们一起去俄罗斯的呢，就是这一辆啊，带上了点年纪的一辆路虎揽运。这辆车呢，从外观上大家应该多多少少也能看得出啊，这是一辆改装过的硬派越野。这辆车呢，是我们交由刘师傅的一个专业做改装车的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改造得比较硬朗的一辆车啊。大家来听听这些声音。硬不硬？来看看这个杠，全是钢的啊，特别的硬。如果说在俄罗斯碰到一些，比如说野生动物之类的来碰瓷儿的话，它还是得掂量一下，看谁比较硬啊。这下面的护板看上去是不是像是塑料的？其实啊，听听，整套护板全部都是钢的啊，厚度目测的话至少有0.5厘米厚以上啊。这个去了俄罗斯，如果遇到那种暴雪天气，除非是这种雪啊有半人多高的，一般情况下的雪天啊，这个车啊能轻松碾过。总体上呢，我们在车辆的安全行驶、应对极端天气还有脱困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改装啊。在我们出发之前呢，尽最大的能力吧，对这辆车将来在俄罗斯的自驾之行啊，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准备。当然呢，开车我觉得有很多的好处啊，特别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极寒天气之下啊，可以帮我们带更多的物资。开了车，我们可以带几个那个大的移动电源，来保障我们手机以及拍摄设备都时刻都能有电。这一点其实是在极寒地区非常重要的。只要你的电力充足，通信通畅，能够保证自己第一个是拍摄顺利，即使遇到了什么问题也能及时跟外界联系，这点很重要。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在室外去活动的时候感觉实在是冷，可以及时回到车里面暖和一下。拍着摄影师咋不见了？上房揭瓦去了。上房揭瓦。当然，开车去俄罗斯肯定也不全是好处啊，最大的一点不好的地方就是费用可能会很高。这是一辆油老虎，改装之后啊，在城市里面开的话，这个100公里油耗都要到达25-26个油吧。真的不敢想象去了俄罗斯之后哈，这个总体花费的油费会有多少钱。虽然俄罗斯的油价也便宜，但是呢，去到那个最低温零下50-60度、60-70度的地方，他们都是整天都不熄火的。当然呢，开车去呢，肯定还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在路上车辆可能会遇到一些故障。现在呢，我们把一些车辆的易损的一些配件呢，都在车上做了一些准备，以备不时之需嘛，也是尽自己现在目前为止最大的努力做好准备。那么下一条视频呢，我们就真的要出发了，我们路上见吧。上一条视频发出后啊，这台不被所有人看好的老路虎，我们已经开着它出发了。我们已经在前往俄罗斯零下71.2度极寒地区的路上了。我们今天到达了第一站西安。其实大家为什么不理解我要开这么一台路虎去到俄罗斯那么寒冷的地方啊？甚至呢，有一些朋友还对我略带嘲笑。今天就给大家讲讲吧，我们为了这一趟出行准备了什么。首先呢，这个轮胎在我们临出发的那天上午，最终下了决定，把它换成了这个 MT 胎，泥地胎啊。为什么要换成泥地胎呢？首先我们之前的那个胎啊，胎壁有点薄，因为我们的所在地是在重庆，重庆是要买那个雪地胎是需要预定的，我们时间来不及，所以先换上了这个泥地胎。当然我们车上也备上了防滑链。我们就先把这车先开出去啊，到了那边根据实际情况来，如果说实在是应付不了，我们再在那边进行更换。换的这个泥地胎齿纹也是非常的深啊，冰面上其实我们也不完全确定啊，如果真的是非常滑的那种冰面，那也没辙啊，该上那个防滑链还得上防滑链，因为我们实在是等不起了。看看我的嘴角都上火了。我们在重庆为了准备这个车也确实耽误了很
久的时间了。去到极寒地区呢，我们都会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水箱里面的水被冻住了。已经提前把我们水箱里面的水换成了这种应对极端温度的防冻油。这个防冻油的标号呢是零下55度，这也是我们通过朋友在各种渠道找到的国内市面上销售的最低标号的这个防冻油了。还有发动机舱的保养，我们也是全部都进行过了像发动机舱的各种油液，我们已经全部是更换成新的了。比如说像机油防冻油我们这些都换了新的。像机油我们是更换了0W 级别的，这个已经是市面上能找到的最低的标号了。当然呢，为了脱困这个绞盘咱们肯定必须得整上只要是周围有锚点，咱们不管是去自救还是救别人都不在话下。当然呢，如果说咱们去到了贝加尔湖之类的冰湖上面发生了陷车，那也不好使当然呢，咱们这个猴爬杆、千斤顶也都是备好了的，如果是有陷车或者要更换轮胎，这个也是完全没问题。当然呢，我希望还是不要用到它俩是最好的了。我还是第一次爬上来大家看到我们车顶上固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箱子这些箱子都不是为了好看的，都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像这2个木箱里面装的呢，就是我们的减震器我们的是空气悬挂，去到了极寒地区，那个橡胶有可能会冻坏，减震器就会漏气，所以我们把这些就是可能会在极寒的天气下会发生一些损坏的配件都备好了。大家都说我们的这辆路虎去了俄罗斯，最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就是说有些故障发生了，但是不容易买到配件，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类似的可能会发生问题的配件全部都备了一份这边还有那个方向拉杆打气泵这些都放在车顶上了。接下来呢，我们去了东北那边呢，还打算在这个金旗格山这里罩上一层那个像保温棉一样的那个东西因为之前我去到蒙古国那边看到他们的车前面全部都有一层这个在冬天的话用来保温应该是挺好用的。然后还计划呢在这个发动机舱里面呢做一层阻燃保温的一个隔热层。所以说我们在这一路呢也算是叫边走边改，边走边让它更加的完美一些。因为开过去不是目的，而是在于这一路的路程我们是怎么样做这些准备，然后克服困难，最终去到那儿的。也好多人在私信我们艾特我们说你们快一点你们太磨叽了。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并不着急，而是说我们计划呢就是大概在1月份的时候到达那个地方。1月份也是奥伊米亚康最寒冷的地方，不管谁已经到了那儿了，我觉得只要能够成功去到奥伊米亚康的人都是很棒的。